印度再爆惊人言论：2020年不是1962年，印度应立即实施外科手术室打击。国际评论：你对中国一无所知。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日，一位名为马鲁夫拉扎的印度学者在视频网站上发表言论，称由于印度与中国目前在边境地区进行紧张的军事对峙，不能排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这一事件持续的僵局，让人回想起了1962年的一幕。我们都知道，1962年印度的那场惨败，一直是印度人心中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对于这场惨败，印度学者拉扎这样评论道：1962年，印度对中国开战的准备不足，我们当时的印度政府将中国视为朋友。很明显，这是在为自己的惨败找理由。当然，讲述1962年的惨败并不是拉扎的重点，他想强调的是，2020年的印度已经不是1962的印度。从字面上来讲，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说现在的自己不是几十年前的自己，但是印度似乎太过高看自己，又或者是过于低估对手了。拉扎强调称，印度目前的立场是强硬的，它在边境拥有强大的防御力量，其军事力量部署在发达的边境基础设施上，并与支持印度的其他主要大国建立战略关系。在发表了这样振奋人心的言论后，底下的评论区也嗨了起来，表示这位先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观点。自从1962年输给中国后，印度已经发展起来了，但中国仍然停留在1962年，这是一个很好的逻辑，等等等等。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印度国会议员桑贾伊劳特发表了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言论。他称应该立即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室的军事打击。但残酷的事实是，最新公布的全球25家军火榜单中，有4家是中国企业，其中3家已经进入前10。而对比明显的是，印度是世界上第2武器进口国。虽然进口先进武器能够一定程度上提高其战力，但是国防上对外依赖太过严重，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毕竟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依靠进口武器成为世界军事强国的。而在边境基础设施上，尽管明显的事实已经证明我国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是我们在此还是需要借用一下别人的观点来回击。英国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杰斯瓦里皮莱将边境中国的基础设施描述为，他让中国军队能进行进攻行动，并允许其在任何有争议地区迅速集结部队。相比之下，印度基础设施很差，这意味着在中印边际冲突时根本抵抗不了多久。正如一位罕见理智的网友所批评的那样，你对中国一无所知，你为什么对你的人民撒谎？你不知道他们有多强大，你生活在哪个世界里？值得警惕，300枚爱国者齐刷刷部署亚太，我军如何才能有效化解？有一点必须抓住，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日前，据军事识别网站最新报道，美国将向对岸出售300枚爱国者 PAC-3 导弹，同时还包括一批新的 M109 自行火炮。在人们一贯的认知中，解放军军事实力的强大使得美国对台军售毫无意义，甚至还是更加激进的观点认为，这不过就是美国单纯的为了赚取其中的高额回报的拙劣手段罢了。但是，毕竟300枚爱国者导弹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据资料显示，爱国者 PAC-3 是一种颇有些年头的型号了，但是性能在当今仍然不容忽视。2003年，50枚仍处于测试阶段的爱国者 PAC-3 导弹被投入到伊拉克自由行动中，并在2次实战拦截中成功摧毁了目标。更加让人警惕的是，爱国者 PAC-3 导弹是一种具备一定末段反导能力的导弹，航空器一旦进入它的射程，并且被雷达发现和锁定的话，几乎是有去无回。一旦这300枚爱国者 PAC-3 导弹的订单敲定的话，加上2010年购买的114枚的话，400枚的总储备量，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威胁。美军这样的险恶用心也是昭然若揭。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作为一心要当世界霸主的美国来说，自然是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因此，我们不能小瞧他们这种为了争夺国际话语权而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心。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面对300枚爱国者齐刷刷部署亚太的场面，解放军应该如何有效破解呢？分析人士指出，爱国者 PAC-3 武器系统的命门就是配套 AN/MPQ-65雷达。我们知道，没有雷达的导弹是发挥不了作用的。那么，如何克制雷达又是一个问题。传统意义上，我们发现了雷达的踪迹，就可以用反辐射导弹加以攻击，从而彻底戳瞎爱国者 PAC-3的眼睛。关键就在于如何发现雷达的踪迹。有人指出，解放军可以使用无人机对关键目标发动进攻，这将迫使爱国者 PAC-3 武器系统开机拦截，从而暴露雷达阵地的位置。当然，还有一种战术，就是使用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是巡飞弹打消耗战，消耗掉爱国者 PAC-3 导弹的库存。值得一提的是，据相关消息人士透露，对岸只有3部这样的配套雷达。那么，解放军只需追踪到这3台雷达的踪迹，抓住这一点，就能有效化解爱国者 PAC-3 导弹的威胁。总之一句话，无论美军的挑衅行为有多么的险恶，只要我们及时找到破解方法，就能让他们白忙活一趟。要收手了，美公开表态，希望防止与中国开战。菲律宾防长2句话出卖美国，这只是他们的缓兵之计。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印太局势也渐渐微妙起来。今年上半年以来，美军机对中国沿海实施抵近挑衅行为多达3000多次，另外双航母、驱逐舰等也是频频造访。如此高频率的挑衅，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担忧。让人意外的是，在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却释放出了一个似乎要收手的信号。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于当地时间12月3号宣称，我们希望防止与中国开战。从美军最高将领口中说出这一句话，加大了这句话的可信度。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据防务新闻最新报道，日前美国向菲律宾捐赠了价值1.28亿美元的武器，包括狙击枪、简易爆炸装置设备以及一架 C-130军用运输机。最近一段时间还收到了包括扫描鹰无人机在内的价值1800万美元的武器。除了捐赠的武器装备外，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还提到了美国政府为最近遭受台风灾害的菲律宾提供了价值2340万美元的援助，以及对菲律宾反恐和维护海上安全提供了持续的支持。在接收到这一系列的礼物之后，菲律宾的表态也十分危险。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称，这笔惊喜礼物是菲律宾和美国结盟的温暖标志，甚至还强调菲律宾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美军的最大支持者。尽管关于更多的谈话信息没有透露，但是单从这简单的2句话中就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显而易见，菲律宾防长这一番话出卖了美国，与美国想在印太地区止战的说法相悖。分析人士指出，美军发出的所谓止战信号更像是缓兵之计，其向菲律宾大力提供军事装备，无非是看中了菲律宾重要的战略位置。我们知道，菲律宾不仅是东南亚的重要国家，也是西太平洋之中重要一环。在中国不断崛起、中美互相博弈的亚太格局中，菲律宾四两拨千斤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就连美军也曾直言不讳称，美国应该在菲律宾、越南和澳大利亚部署陆上部队，部署可以摧毁中国海军舰艇的远程精确导弹系统。可以看得出，美军一边宣称希望防止与中国开战，一边却疯狂向印太输送武器。对于这样的烟雾弹，我国不能轻易上当，在警惕的同时，也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走好自己的路。那么在局势真的不可控之时，也能淡然处之。俄罗斯手握重要王牌，强悍出击，真把防空系统当空气。为何说留给美军的反应时间只有3秒？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在人类历史上的2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凭借着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免受战火的洗礼。但是随着导弹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美国本土再也不能处于绝对的安全之中。为此，从冷战到现在，美国研制了多种不同型号的防空系统，其中萨德反导系统更是号称全世界最先进、拦截率高达100%的防空系统。但是俄罗斯最新爆出的一款武器，或许将改变这一局面。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最新报道，日前俄罗斯专家谢尔盖·克托诺夫透露了俄罗斯最新导弹系统海燕的一些风声。
其表示，在该系统列装后，莫斯科将在日益复杂的世界军事政治环境下得到一张重要王牌。到底其性能如何？目前而言，关于其具体的参数数据并未找到官方资料。但是在2018年3月，俄罗斯总统首度证实，在研发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且接近成功。这一神秘武器也引来了众多军事专家的猜测。此前，英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吉姆·霍肯赫尔中将称，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几乎可以在空中无期限停留。这一说法也得到了谢尔盖·克托诺夫的认可。他表示，由于核喷气发动机的工作特点，导弹最大速度可以达到1100至1300公里每小时，空中停留时间基本不受限。这也使得其可以毫无问题地绕过防空区，从任何方向进入敌人的领空，例如从墨西哥边界进入美国境内。不过，在空中可以无限停留还不是最厉害的。据克托诺夫撰文称，海燕导弹在发射后无法用现代化雷达进行探测和拦截，这种导弹可以像幽灵一样瞬间出现以及立即消失，它只能在发射时刻从专业卫星 DSP-4 上探测到。在固体燃料发射助推器工作前提下，这不超过3秒钟。不难想象，这一武器的主要威慑对象是美国，也就是说，留给美国的反应探测时间只有3秒钟，之后卫星就会丢失目标。另一个听上去可靠但不实际的探测办法是根据该导弹的反射性踪迹，但是遗憾的是，在反射性元素到达大气上层的第3天或第4天才能探测到该踪迹。另外，俄罗斯国防部补充称，该导弹能够搭载核弹头，可见其威慑力。虽然目前对于这一武器具体性并未有更多的透露，但是很明显的一点是，这次是战斗民族俄罗斯的又一次强悍出击。在该枚导弹面前，美国防空系统真成了空气。